现在人在泰国的曼谷，现在走在一个他们居民的住宅小区里面。如果您也想来一场与众不同的旅程，邀请您安排一场富士山的露营，除了可以陶冶一下身心灵，还有令人羡慕的打卡拍照点。有兴趣的朋友参考第一则留言哦。我现在在泰国曼谷的街巷弄里面，像这有这种民宿，我有看，里面好像很多人。这可能是类似那种青年旅馆，1天360，然后1个月6500。如果你是要套房的话是750，很多人好像住这边呢。看，这种民宿，来泰国就是要享受这种融入当地人的感觉，内裤都晒在外面，你知道吗？走到他们的这个类似菜市场啊，到处都有这种烤肉串。然后他们早上也都会吃这种炸的，这炸热狗。这边呢应该是蛋饼之类的，葱油饼、蛋饼。这个是打抛猪之类的，卖鱼的啦，有点像自助餐。这是卖菜的，他们卖菜包得干干净净。这个杂货店，有卖泡面，什么都有。卖粥，皮蛋瘦肉粥，跟卖春卷，还有卖炒面，炸丸子，卖水果，什么都有啦。但这种的我就不敢吃，这我还没尝试过。我吃过路边摊，但是这种的我还没尝试过。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 Rampell 的一个评比它是。那这次来这东南亚之旅呢，已经来了两个礼拜了吧？这2个礼拜我去了马尼拉，然后到吉隆坡，现在在曼谷，各个区域有不一样的感觉。马来西亚是对于台湾人来讲是相对容易能够融入，就是他那边华人比较多，所以你大概比较能够去体验他们的街边美食、路边摊啊。像菲律宾的路边摊，我觉得多数人应该就比较没办法去尝试，尤其是菲律宾的食物实在是太难吃了，我是没办法接受。如果你能接受的话，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现在也在泰国这边，因为很多大陆车进到这边来，所以他们现在也很多这种充电桩的设施。我是说，菲律宾的吃的东西呢，是对最多人没办法接受。然后马来西亚跟泰国，因为泰国文化很早就进到台湾，所以它的一些饮食的。比如说一些酸酸辣辣甜甜的这些东西呢，台湾人其实也蛮能够符合口味的，所以来到这里就泰式料理，大家也是可以接受。更没有人在台湾听过什么菲律宾料理。那马来西亚更是如此，因为它就是华人文化非常，就是在那边算是一个很大比例的一个份额，所以我们去到那里，有时候在那个区域，你都想说。我是真的有出国嘛？但曼谷的就介于两者之间，就是你会觉得你来到异乡，你出了国了，然后吃的东西又是你能接受的。那其实现在曼谷的公车资讯牌呢，也都慢慢的有这种资讯化看板，只是说上面显示的还是都泰文比较多。我真的不知道他这个车子是要开去哪里。那你好歹弄个英文嘛。然后这个我还没用过，下次来可以来解锁看看。来这里就是除了搭捷运、搭地铁、巴士我坐过，公车我坐过，但是刚那脚踏车还没有，下次可以来体验看看。那这个是嘟嘟车，也算是一种交通工具。这个是摩的啊，他们这边超级多摩的，因为这边交通老实说是相对混乱，有时候你光是塞车的时间呢，那你就错过你的时间，所以很多人会喜欢用这种。摩托车的计程车，我也坐过几次了，还蛮方便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到这个地铁站哦，这是他们的蓝线环状线，它这边有分 MRT 跟 BTS。那像你看到这种蓝线呢，就是属于地下铁。地下铁的好处就是它环绕的地方，它的站呢下面都有那个美食区、美食街、商店街，我们下去看一下。那边是到轨道到车站那边去，然后它这边呢，基本上
我去过好几个，好像地下室都有这个地下街，这边就会显示说这边有什么好吃的，有一些这种地下街下面甚至还有超市，所以如果你的房子是在那附近呢，对于很多人来讲是比较方便的，就你回家你至少不用担心没东西吃，然后有超市、有便利商店，甚至换钱的地方都有。然后这个就是这种蓝色的地铁呢，你可以刷 Visa， 也可以刷那个 Master， 就是反正就跟新加坡一样，非常方便，你不用再去额外再去买票。对于观光客来讲，就比较省事，不用去排队买票。他们这边屈臣氏啊，还有另外一家叫 Boots， 它这种药妆店非常的多。那这里面就会常会卖一些女生喜欢的东西，然后便利商店会卖那种小包装，比如说洗发精啊、沐浴乳啊，还有洗面乳，它都可以卖那种很小包装，大概用几天的分量的。像你看面膜一片一片卖，然后精华液一包一包卖，可能只能用几天。像这精华液。有一些女生呢都不带保养品来这里买个几天的分量，很方便的。那这次来我还特别吃了泰国这边的肉包，真的不好吃。它那个肉馅是比较偏甜的，然后它的面粉皮没有弹性，烂烂的，好像就是台湾那种已经蒸了几百年，然后忽然终于有人买的那种感觉。我以为我买的那一颗是地雷，可是我问了我泰国的朋友，他说我们泰国的就是这样，所以大家如果有其他好吃的，就选其他的，不要选包子。因为我长期这几个国家这样子跑，很多人会问我说哪一个地方最值得投资？就我每次都跟大家讲，最值得投资应该是看你自己喜欢哪里。比如说，有些人就是觉得菲律宾的英语环境他是比较喜欢的，他在那个纯英语环境他是可以沟通的。确实，菲律宾人的英语是这几个国家里面最好的，不管是警卫啊、路边的小店或干嘛的，他们对于这英语基本上就是母语等级，所以你只要有一定的英语能力，你在那里是没有问题，完全没问题。那马来西亚虽然也是英语系国家，可是他们的英语可能那个叫英语吧，然后菲律宾叫美语，我不知道。我是觉得菲律宾的英文能力还是相对好一些的。我个人觉得，可能我英语没有很好，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人讲的英语有一个口音啊，当然我们台湾人的口音更重，只是说菲律宾人的英文我是比较能够听得懂，但是因为马来西亚有好处，就是他讲中文嘛，所以你不管到哪里，中文都会通。所以有一些不会讲英语的人，他就会搜寻马来西亚，因为语文上面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优势。马来西亚人每次来台湾做说明会来宣传，也是都讲说他们那里是华人文化比较浓厚嘛，所以有些吸引了一些想去那边退休的人。然后泰国呢，虽然这边华人也非常多，可是如果是在地本地的泰国的华侨，基本上我看那些年轻人都不会讲中文，连看都看不懂。像我前几天跟2个朱拉隆功大学毕业的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他们2个居然不会讲中文，我就看他们明明就是华人的脸，可是他就是不会讲中文，也看不太懂，也看不懂。就是你如果在这里，你大概能沟通的就是用英语沟通除非你是去中国人的店或中国人的区华人区、唐人街，你才比较容易看到中文字。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他们应该也不会讲了，基本上不会讲。但是泰国有泰国的优点，就是泰国这里的人比较亲切，因为他们已经算是一个观光占他们生活非常比重非常重的一个国家了，所以每个人对待外宾啊、观光客呢，就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习以为常了。那你有时候你什么事都不用讲，他大概就知道你遇到什么问题了。比如说我们假设是要找零钱的，你不是94块，94块你拿100块给他他看你好像在翻包包，他就知道你要拿4块给他，他就在那边等你，就他已经知道观光客的需求是什么。那你如果是在马来西亚，你要在那边说你要给他4块，叫他找你10块，这样子凑整数，一副很不屑、很不爽。我遇到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都这样子，但是在泰国确实是他们的人笑眯眯的，跟菲律宾可能比较
菲律宾也蛮类似，就是菲律宾人是天性，因为马尼拉那边没有什么观光，所以他们的人呢，天性我觉得比较淳朴，比较善良，所以你跟他们相处感觉是比较没有心机，每个人都笑眯眯。然后海国这边是因为它这里观光的时间，就是做观光的时间很长，所以是一个很观光的一个国家。那就是你在这里，你会觉得他们这里的人对你是宾至如归。那马来西亚这一块，我觉得马来西亚的观光不是也很发达吗？我觉得他们的人就是我的感觉比较没耐心啦，这个是纯属个人的观察。那至于投资的部分，这3个地方你选择了你喜欢的、你的喜好、你比较相对能够接受的文化也好、饮食也好，或者是那个环境氛围也好，你接下来再来选你想要的投资的标的。比如说像菲律宾它就是因为它的经济最近几年真的是表现得很好，然后很多外资一直持续的进驻。那外资进驻就会带动投资，投资就是设厂啊，增加工作机会。那一旦有工作机会，就会有住房的需求，不管是买房子或者是租房子的需求，那就带动他们那边房地产的一个市场热络。所以菲律宾这几年的房地产确实是还不错。那即便是去年菲律宾的这个博弈产业，线上博弈，他们叫 POCO， 好像被禁止了，所以就一大堆人被赶走。然后现在中国人在菲律宾的看到的机会也变少了，所以你就会想，会不会这样子就没人租我的房子嘞？其实我们这样子观察下来，这1年左右的时间，确实是有一段时间是非常的辛苦，就是很难租，然后租金有下降。可是最近就是最近几个月以来，它就慢慢的回升，那甚至你可以挑选比较好的租客，因为老实说，我们之前看过中国租客的房间，哇，那真的是惨不忍睹。会去菲律宾做博弈的，通常素质你也知道嘛，不是垃圾都没有在丢，不然就破坏了人家的房间，木地板都弄坏了，然后里面假设有养宠物，他也不清理，就整个房间就毁了。但是现在如果没有租给他们的话，当时是没有租给他们，不知道租给谁。现在是有很多租客可以选择各个国家的，不管是日本的或者是韩国的，或者是菲律宾当地的，或者是越南的，我觉得都好像都还不错。现在有慢慢的回温了，所以租金报酬率也回到可能比之前租给那些博弈的稍微低一些，但是也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大概4到5%左右。然后马来西亚的部分，因为它的经济层也还不错，但是新山是比较热络，因为新山因为新加坡的关系，所以它的这个投资的热度，至少台湾人我现在看起来对于新山的投资热度是比较有强烈需求。那因为最近有一个政策，就是它的某一个税金从4%调整到8%，所以造成一些人呢觉得说，怎么这个地方政策说变就变？可是我永远都问你看，你如果永远都看到负面的，你就很难找到投资标的，因为每个地方都有它的优点跟缺点嘛。你会去投资马来西亚是为什么？就是比较低的生活成本。然后它的这个未来性，比如说跟新加坡的关系，然后整个东协来讲，它也是经济相对比较好的，仅次于新加坡嘛。就这几个点它有改变嘛？它的初衷有变嘛？那初衷如果没变，你不可能因为就是4%的税，你就觉得它没有投资价值嘛？如果你只是因为4%的税，它就没有投资价值，那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就涨不会超过4%，就是你觉得它未来性没有超过4%啦。如果没有超过4%，你投资这地方干嘛？我要是投资一个地方，你跟我讲说，这个地方未来它的涨幅只有4%，一辈子只有4%，我连投资都不会投资嘛。所以它一定不是因为这个点决定你要不要投资，只是说大家觉得说它的政策的变怎么一说变就变，然后也没给一点缓冲时间，也没有全部既往不咎，或者是怎么样，没有排外条款，就是好像全部都是一视同仁。有些人没办法接受是这个，那你要看看你能不能接受。这个是马来西亚状况啊。投资的部分呢，就一样，租金报酬率我看应该都是4到5%、4到6%。但是马来西亚比较好的地方是它有完善的 Airbnb， 就民宿的管理业者，所以你也可以拿来做饭店。可是老实说，我觉得最近感觉有点泛滥，太多了，而且它不是说像日本盖那种透天，那一块土地只能盖1栋2栋，它盖上去都是几千户的 Airbnb， 你看这未来会多么密集，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再去考量，你买那个房子它的定位是什么？你要做长租还是做 Airbnb？ 那最后来讲一下我现在所在地泰国曼谷，其实曼谷过去遭遇了几次的大变革。不是大变了，就比较负面的印象。
比如说之前的 KK 园区啊，就是它的一些诈骗集团或者人蛇集团的转运点，就是在泰国。很多人是先被骗来泰国，再被绑去缅甸或柬埔寨嘛。后面又发生了地震，因为很多人以为泰国不会地震，他们来台湾宣传也都是讲泰国没有地震，没有什么太大的天灾。可是这次今年发生的这个大地震，其实震撼了蛮多人的。然后最后，最近他跟柬埔寨之间关系不是很好，就发生了战争。然后经济的部分也不是很好，大概整个东协里面，泰国的经济算是表现比较差，可是泰铢异常坚挺，泰铢很强，所以我一直觉得很奇怪，这地方怎么会这样？可是撇除掉这个总体经济的部分来看，你来曼谷，你真的没有觉得他们有什么萧条或不景气？因为我不是当地人，我也不知道他们当地人的感受是什么。但是到处都是人啊，百货公司、购物商场也都是人啊。那像现在是早上还不到10点的时间呢，商场还没开门，但是有一些卖早餐的卖什么，因为它跟捷运站是连通，所以会有一些卖吃的早餐的可以开门。那你就可以看到前面基本上就已经开始有很多的人在前面走来走去了哈，这都还没开，都在准备，在准备要等一下要开门。那因为现在还没开门，所以还没有看到观光客，没有看到人潮。但实际上，好像我这几天在曼谷这边观察，我到好几个商场去看了，不管是 Central World、Central Paragon， 或者是这个叫 Central Romanai， 这人还蛮多，还有 One Bangkok。我去了几个商场，就是观光客还是很多。虽然说数据上面显示好像它的观光人潮有降低，但实际上我在现场看人还是很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你就是都只看那些数据，你会觉得泰国是不是晚了？可是如果你到当地来，你又不觉得是那么一回事。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当地来实际感受是怎么样的。然后泰国再来，它的持有成本非常低，它的什么房屋税啊、地价税什么的，这个在台湾就是讲一个比较直接的，这种就是很适合炒房啊，因为它持有成本很低，每年要缴的税啊、缴的成本非常低，可是它租金不差如果你选了一个有出租需求的区域，比如说它那里有工作机会，有工业区，但不是在曼谷的核心区，像这个金三角区域内的，讲金三角就是 CBD 这些地方，商业区这些地方，它的房价其实是相对来讲便宜很多，可是它的租金没有便宜太多，你就这样租金报酬率就高，然后租客来讲也相对稳定。有一些人他买这个房子是来租给来这边 long stay 的人，那种的租金就会比较高，因为他租的时间可能是几个月，不是长租，也算长租的一种，但是它的长不是以1年为单位，那一种的报酬率就好一点，但是那个空置期就会变长。那曼谷、泰国呢是没办法做 Airbnb， 所以所有做 Airbnb 的都是违法的，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就是以长租的那个考量为主啦。你要听那些中介跟你讲说这里可以做 Airbnb， 你就去买了，到时候你被抓了就惨。像这些店都还没开。哇，那中上呢，就是有这几个优点。那各个国家各有各国家的第二家园的计划但名称都不一定叫第二家园，但是有各个的计划。有兴趣的呢，可以上网研究一下，选择你最适合的。最后用几个字来总结这3个国家了菲律宾就是它离台湾最近，就是近，然后再来讲英语。那马来西亚呢，就是华人文化，还有它的生活成本比较低它的物价，它的油就比别人便宜很多了。那泰国曼谷呢，是它的生活氛围非常的悠闲，然后是个很观光的地方，然后到各个区域去，比如说往北往南都有好玩的。所以这3个地方，你最喜欢哪一个地方呢？欢迎在下面留言或跟我们分享我们期待有更多人来一起支持真心话。如果你想要多了解各国的房地产资讯，也欢迎加入我们群组，扫描 QR code 直接加入就可以。我们下次见，拜拜。进来就感觉得出来，这是酒店吧？太厉害了吧！这个45楼够高，而且刚好这个地方看过去就是这个样子，设备也是非常的完善。然后它的梯厅呢也是比较有设计感，就属于那种美式古典经典的一个设计感。电梯是有冷气的还说多数的这个泰国建案都没有冷气，它整个像是美式的经典它刻意去营造出这种氛围。那这里也是另外一个公社区，然后可以点都可以点，这里是扣点数吗？还是这边的免费的？这是进口的壁纸，这里有一间电影院。
所以这边算是属于 co-working space 的。来到了下一个楼层，又进到另外一个区域了。这是我椅座的这边，又进到另外一个空间。好像在时光隧道，干做跟生活娱乐要平衡。你看。